这个男人有多混球？结婚几年，不仅将家财败得精光，还染上了酗酒的毛病，动不动对着妻女就是拳打脚踢。更可恶的是，老婆抱着孩子跳了江，他都还沉溺在赌桌上。时过境迁，当孤苦了一辈子的男人生命就要走到终点之际，他似乎意识到了，这一生最亏欠的就是老婆。朦胧间，一道熟悉的踹气声悄然响起。咦，我不是死了吗？这里是我当年的家，难道上天可怜我，让我重生了？赵振国打量了周围一圈，当他看到墙角鼻青脸肿的宋婉清时，眼眶顿时一红。媳妇儿，真的是你吗？能够再见到你们，真是太好了。滚啊！别偏碰我！老婆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输急眼了就抢你从娘家借来的钱，还拿去买酒喝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一定不会这样了。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？你都说过多少回了，可你哪次改过？赵振国，我已经没有男士了，没钱买米糊糊，孩子就要饿死了。能见到你们真好。青青，你等着，这辈子我再也不会让你们出事了。我这就去给孩子买吃的。哟，这不是老赵家的小畜生吗？你家都那样了，还来买酒呢？二叔，我不买酒，我是想给娃吃点米糊糊。放心，明天保证给你钱。呸！老婆孩子都快饿死了，还整天喝酒赌博，现在买一点米糊糊都要赊账，你怎么不去死呢？畜生东西！二叔，我求你了，看在娃的面子上。拿着赶紧滚！要不是看婉清和娃可怜，我能给你这熊包赊账？谢谢二叔，我明天保准把钱给你。媳妇，米糊糊买回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哪有这么好心？说不定是想用这袋米糊糊哄我，然后偷偷把女儿拿去卖了。我警告你，你不准卖我女儿，否则我跟你同归于尽。媳妇，之前是我混蛋，我不是人，但你相信我，我不会卖残妞的。另外，我明天就去镇上找活干，不会再让你和孩子饿肚子了。谁信你？不会再让你和孩子饿肚子了。谁信你？我以前真是个畜生，现在看来，要想让老婆改变对我的看法，必须得拿出一点实际行动来。就从做饭这种最简单的小事做起吧。家里别说粮食了，就连个正儿八经的锅碗瓢盆都没有。可婉清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单吃点米糊糊肯定不行，我得想办法给她弄点好吃的补补身子。赵振国在厨房里一阵摸索，找到了一个网罩和一个弹弓。后山有不少野味，搞点回来给老婆开开荤。赵振国刚到后山，就发现树上有2只老斑鸠。目标已锁定，发射。菜鸡，不行就多练。我不过是手伤而已，再来。我再也不装逼了。这充其量也只有2两肉，根本不够吃的。70年代的山里野生动物很多，再打一些。完美，这下可以让老婆好好的吃几顿了。这，我的野鸡和斑鸠呢？难道是碰到脏东西了？这枚平安符，这平安符里竟然藏着一个20多立方米的空间，而且只要心念一动，就能将东西收进来或取出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颗空间好像还能升级。发了，真是天助我也。唉，青青，吃饭了。这是什么？你们绝对想不到，就在昨天，我还是个人见人嫌的混蛋，整天就知道喝酒打牌，对老婆孩子非打即骂。可今早一睁眼，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我居然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小心翼翼地给老婆熬着滋补的肉汤。这是什么？媳妇，这是斑鸠肉汤，狗都不吃啊！他能有这么好心，这么殷勤，肯定是又想干什么恶心事。媳妇，你肯定觉得我对你这么好是想干什么坏事，但并没有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，决定以后好好对你们母女。我看见你就不想吃。媳妇，你快些起来吃，你要是不想看见我，我去厨房吃就行。赵振国说完，转身出门，但他并没有立刻去厨房，而是趴在门边悄悄观察屋里的动静。见到宋婉清犹豫了很久，但最后还是喝了他的熬的肉汤时，他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但光凭这些还不够，我得想办法赚到更多的钱养家糊口，只有这样，媳妇才会真正改变对我的看法。他回到厨房，简单对付2口之后，就坐在院子里开始回想上一世的经历。上一世有几个外地人时不时就让我带他们进山挖一些杂草烂树，我当时什么都不懂，只想着拿带路的钱，但那些人挖的根本不是什么杂草，而是无比名贵的野生药材石斛。根据时间来算，那些人还没来，
如果我先他们一步把那些药材挖去卖掉，说不定能卖一大笔钱。说干就干，交代媳妇锁好屋门后，赵振国拿起工具连夜进山。因为有着上一世的记忆，他很快就挖到了一株成色极好的野生石斛。下山的时候还意外抓了6只山鸡。我大哥会跳舞，你动我一下试试。废话真多。6只山鸡，有2只吃，拿4只去卖。哟，小伙子，山货不错嘛，怎么卖的？1只3块。给我拿1只。我也买1只。哎呀，嘿嘿。山鸡卖完，现在该去卖石斛了。山鸡卖完，现在该去卖石斛了。小兄弟，你这株野生石斛成色极佳，但我们店比较黑心，只能给你600块。我操！尼玛的，市场价明显要比这高很多。不过镇上的药店出不起价也正常，而且我也急用钱，卖了。成交。拿到钱，赵振国出了药店，用钱兑换粮票，买了一些米面油和肉，买了1罐奶粉，又给老婆孩子买了一些衣物，最后买了1床棉被，这才离开小镇。小伙子，此乃上古神器，你想不想买？我操！好东西，老爷，你这猎枪怎么卖的？给口吃的就行。OK。有了这东西，以后进山就方便多了。你又死哪儿鬼混了去？你看看你婆娘，背着孩子都在下地干活。哥，我去镇上干活了，顺带买了点肉和面回来，我先回去做饭。晚上你带嫂子跟孩子来家里吃饭。瘪犊子玩意转性了不成？不仅没有出去喝酒赌博，还知道往家里带东西。之前可都是把家里东西往外拿的。哥这想让你好好活出个人样来，饭就不去吃了，你养好老婆孩子就行。哥你放心，我以后不会再犯混了。赵振国回到家，将东西放到厨房后，这才开始做饭。哦，又是肉！这混蛋自从昨天酒醒后，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，难道是中邪了不成？宋婉清一脸疑惑地走进厨房，当她看到厨房里面挂着的五花肉和桌子上放着的奶粉时，顿时怒不可遏。赵振国，你是不是又跑去我家，拿刀逼着我妈让她给你钱了？你怎么能这么混账？媳妇，我没有。你没有？那你哪来的钱买的奶粉？你当我不知道奶粉有多金贵吗？媳妇，你误会了，这是我挣来的钱。你还骗我？我真没有。媳妇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你是不是又在外面干什么坏事了？啊！我不活了！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离谱的老婆。丈夫给她钱，她不仅不高兴，还反手给了丈夫2耳光。赵振国，这钱哪来的？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，我就不活了。媳妇，这是我昨晚去山上挖野生石斛赚来的钱。石斛？是的，野生石斛比黄金还金贵，我只挖了1株就卖了600块钱。但我在镇上买了很多东西，回家的时候又把昨天高二叔视迷糊糊的钱还了，所以就只剩500了。真的？我可以发毒誓，如果这钱是我干坏事挣来的，我不得好死。你不用发誓。媳妇，那你赶紧把钱收好，我给大哥家送些肉去，让他们也打打牙祭。好。等赵振国出门许久，宋婉清都还没反应过来，拿着纸笔来来回回看个不停，甚至为了验证没有做梦，还打了自己一巴掌。这混蛋从来没往家里拿过1分钱，现在竟然一下就给我500块，这么多钱，如果省着点花，用个2-3年都没问题。宋婉清小心翼翼地将钱分别藏在5个地方。这时候，赵振国也送完了肉。媳妇，我明早准备再进一次山。山里危险，哪能次次都挖到石斛？你要不还是找个活干吧，咱家开销不大，10几块完全能把日子过下去了。媳妇，我心里有数，我也想好好过日子，但再有1-2年政策就会全面放开。要想翻身，必须得在那个遍地都是黄金的时代来临前，攒到足够多的创业资金。而眼下，只有打猎和挖石斛才是来钱最快的。可是，算了，只要他不出去鬼混，怎么都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赵振国就带上工具，准备进山。媳妇，你看好家，我去了。好。赵振国前脚刚走，二嫂刘桂花就贼眉鼠眼的摸到了院子。老四媳妇儿，我听大嫂说你家昨天吃肉了，你们家老四是不是赢钱了？竟然舍得买肉吃。刘桂花一边说，一边飞快朝厨房看去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只见那厨房里竟然挂着一块足足10几斤重的五花肉，连那装米的大缸也满的都差点溢出来。这，老四该不会是去偷去抢了吧？买这么大块肉，这么一大缸白面，这得花多少钱？
二嫂，你拿着眼睛看着老四偷人抢人了？我这不担心老四犯错误吗？他要是犯法，自然会有人抓他，不用二嫂操心。弟妹你别生气，二嫂就是直人，没啥坏心思。毕竟我家那口子跟郑国可是亲兄弟。对了，弟妹，我家小宝闹着想吃肉，都馋哭了。你看能不能先借5斤肉给我，回头我让你二哥给你们钱。平常人家1年也吃不上5斤肉，这么大的事我做不了主。二嫂，你还是等老四回来自己跟他说吧。还是你跟他说吧。对了，我懒得过来拿，你记得让他给我送家里去。刘桂花说笑着转身走出院落，但刚一跨出门槛，嫉妒之火就在眼中熊熊燃烧起来。哼，得意个什么劲？你那怂货男人，要是知道老娘过来借肉，还不是得乖乖送来？另一边，赵振国撅着个大腚在山里东挖挖西挖挖，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一头梅花鹿还意外送上门来。今天运气真不错，不仅挖到了一株品质极好的野生石斛和不少其他药材，还打到了一只梅花鹿。太阳已经完全落山，赵振国才回到家中。你挖到石斛了吗？要不还是老老实实找个货干吧。媳妇，我今天可不是空手而归。吹牛，你的背篓里明明都是些杂草。这些可不是杂草，而是天麻、何首乌和黄精。这些虽然没有石斛那么值钱，但也是不可多得的中药材，能卖不少钱。郑国，今天早上二嫂过来了，说要跟我们借5斤猪肉。媳妇儿，你想借吗？我不想。二嫂那人虽然嘴上说借，但从来就不会还。那不就得了？以后这个家你做主，不管是肉还是钱，你想借给谁就借给谁，不想借就不借，不用问我。可是你以前……那是以前。媳妇，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我了。好吧。媳妇，家里一到晚上就乌漆麻黑的，我准备拿块肉去请村长帮咱们家把电给拉上。拉电？别人家夜夜笙歌灯火通明，我家却还跟山顶洞人一样，还没有通电。我一咬牙，拎着几斤五花肉找上了村长。郑国，通电是很好，但电费会不会很贵呀？我们本来就没钱。这件事你不用担心，我会解决的，你只需要相信我就够了。好。说干就干，赵振国立刻带上5斤最肥的五花肉找到了村长。见到赵振国提着的肉，村长笑得眼睛都睁不开，爽快地应下了赵振国的要求。办常事的赵振国高高兴兴地回家，但刚进门他就发现妻子正躲在角落吃自己啃剩的骨头。你在干什么？别打我，这些都是你啃剩下的，我没偷吃。赵振国看着妻子害怕的样子，越看越觉得自己不是东西，索性抬手狠狠抽了自己几巴掌。媳妇，我混蛋，我不是人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那样对你了，你别再委屈自己了好吗？你欺负我就算了，连我们的亲生女儿都要拿去换酒，你简直是禽兽！都是我的错，今后我一定好好对你。刘桂花等了1天都没等到宋婉清给她送肉，只能上门讨要，却在门口看到了赵振国和宋婉清相拥的场面，无奈只能悻然回家。你看看人家老四，又给媳妇买衣服，又给媳妇买肉吃，你看看你是怎么对我的？贱婆娘，老四好事吧？我让你说老四的不是，你再敢去老四家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我怎么这么命苦？挨打的刘桂花越想越觉得委屈，自家男人不行就算了，还动不动就打她，这日子真是没法过。而另一边，宋母听人说赵振国欠了人家50块钱，思来想去不放心，决定还是要来女儿家看一眼。妈，你咋来了？青青，之前不让你离婚是妈的错，你要实在过不下去就离了吧，孩子妈帮你带。你要实在过不下去就离了吧，孩子妈帮你带。妈，他在改了，你看，这是他给孩子买的新衣服，给我也买了一套。只要他能改好，这50块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帮他还。母女俩好一番畅聊，直到宋婉清送走母亲，才发现隔壁邻居张桂兰一直趴在墙头上看着她。你听说没？昨晚你二嫂被你二哥打了。那哭声好几家都听见了。还有这回事？可不嘛，外面都在传你二哥家的大宝不是你二哥亲生的，而是你大哥的种。别胡说，这怎么可能？信不信由你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宋婉清想到别人家的流言，不由得担心起自家男人来。她等了好久，直到夜幕降临，赵振国才回来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回来路上遇到了意外收获。这是何首乌？对，明天你跟孩子去城里转转，顺便把货卖给药房。孩子还小，我们就不去了，快洗手吃饭吧。哪来的鸡蛋？我妈来看孩子带来的。还是得多赚点钱，才能让他有安全感。四哥，我是二溜子，出来喝酒去。又要出去吗？我不去，我以后都不会和他们一起玩了。真的？放心，我说到做到，我这就叫他们离开。四哥，嫂子刚出月子没多久，你就下不来床了？这都几天了，还不来找哥几个喝酒？不会说话就闭上你的臭嘴。四哥，
他这人就是嘴贱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是啊，四哥，我们喝酒去。以后喝酒打牌不要来找我了。四哥是不是被小嫂子缠着下不来床了？要不下次再敢满嘴喷粪，老子把你上第3条腿都打折。滚！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我好不容易决定改邪归正，但西岳的狐朋狗友又来叫我出去喝酒赌博，还满嘴荤话，说要玩我媳妇，这谁能忍？我当场暴怒，差点将他们活活打死。四哥别打了，我们这就滚。哼，下次再来，我打断你们的腿。都出去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难道又跟那些狐朋狗友喝酒赌钱去了？我就想过几天安生日子，怎么就那么难？媳妇，我回来了。你没跟他们出去？媳妇，我以后都不会跟他们玩了。咱们赶紧吃饭吧，吃完了饭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呀？待会你就知道了。吃过了晚饭，赵振国带着一脸疑惑的宋婉清到了村口的牛棚外面。牛棚里面住着一对快要饿死的贫苦夫妻。老婆，我今天运气不错，换到了一张饼，吃了一半，剩下的给你带回来了。我不饿，你都吃了吧？我躺半天了，就想喝点稀的。老婆，你吃吧，不吃东西病怎么会好？我这病……老婆，你别想那么多，先把这个饼吃了，明天我就去找药，一定能治好你的病的。牛棚内的场景太过凄凉，宋婉清不由得抹泪。振国，他们好可怜，我们帮帮他们吧。当然，我带你来这里就是想帮他们的，不过不是我帮，而是你帮。没错，明天你拿些吃的或药过来，这样你就有高考辅导老师了。高考？没错，再过几年国家就会放开高考，到时候你可以去参加高考，念大学。念书？宋婉清一愣，她本来是个高中生，当初为了报答赵振国的救命之恩，这才下嫁。以为人父，再加上之前的赵振国不是人，她早就歇了念书的心思。可现在赵振国竟然愿意让她再念书。不错，这个男人除了可以辅导你功课之外，以后还会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。咱们现在帮了他，以后也会有很多好处。和宋婉清讲明了其中的厉害后，小两口踏着夜色回家。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赵振国就赶到了县城的一家中药铺子。路边极品石斛，成色极好的何首乌。小伙子，这些东西你想要多少钱？3000块。成交。老板手快，下次有好东西我还卖给你。没问题，你有多少我收多少。赵振国拿着钱出了药店，开始在县城疯狂采购冰箱、衣服、粮食，足足买了一大拖拉机，这才和拖拉机师傅一起往家赶。而另一边，王栓柱带着一个年轻女孩找到了宋婉清。老四媳妇，这是城里下乡的知青李甜甜，往后就住你家了，你跟老四说一声。村长，振国不在家，而且我们家就3间土坯房，挤一挤总能住的，因为咱们村里每家都会住一个知青。我是考虑到你们家的情况，才把小李领过来，换个爷们过来和你们一起住也不方便，对不？原来是这样。行，那就这样，小李，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吧。好。李甜甜嘴上答应，但心里却一阵发苦，因为跟她一起来的好朋友红梅就被分到了一个条件很好的人家。听说这家的男人不是个好东西，不仅喝酒赌博，还打老婆，家里更是穷的都揭不开锅。只不过这位女主人虽然衣衫破旧，但面容精致，压根不像是一个村里人。李甜甜光鲜亮丽，穿着时髦的裙子和小皮鞋。注意到李甜甜的目光，宋婉清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打着补丁的衣服和破了一个洞的布鞋，不由得心中一酸。你先坐吧，你要住的那间屋子全是杂物，要等我男人回来才能帮你腾地方。谢谢，我还是赶紧想办法调回城里工作吧。这里条件艰苦不说，男主人好像还是一个地痞无赖，若是住的久了，说不定会被占便宜。行嘞，那你等等，我给你做饭吃。嫂子，我来帮你烧火吧，毕竟我以后都得住在这里，总不能白吃白喝还什么都不干。说着，李甜甜走进厨房。厨房虽然破旧，但收拾得非常干净。最重要的是，厨房的大缸里装满了白面，房梁上还挂了一大块肉。不是说这家人穷的揭不开锅吗？怎么还吃得上肉，而且还是这么一大块？一不小心穿越到70年代，别人家只能吃树皮、啃草根，我家却有吃不完的白面和猪肉。别人家还在点蜡烛，我家不仅通上了电，还安排上了冰箱冰柜。但在几天前，我还是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穷屌丝。老板，咱们都走了180里了，到时候你可一定得付我钱。包的，冰箱我都买得起，还能差了你这5块钱。那老板你做好了，毕竟我这辆拖拉机是出了名的快。赵振国坐在拖拉机上，进赶慢赶，终于在傍晚时分回到了家中。当宋婉清和李甜甜见到他买的一拖拉机东西时，顿时瞪大眼。振国，这么多东西得花多少钱？还有这冰箱，咱们要是真用上了，
一个月得交多少电费啊？交不了多少电费的，媳妇，你只管用就行。可是我们家就3间小破屋，也放不下这么多东西。那我找大哥商量商量，让他帮忙请人给我们重新建一栋房子吧。但修房子要很多钱的。咱们有钱。对了，媳妇，我还给你买了很多衣服鞋子，你等下试一试，看看喜不喜欢。这，不是说这家男人是个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整天就知道喝酒赌博打老婆的地痞无赖吗？这明明是个长相英俊，不仅顾家还爱老婆的靓仔啊！媳妇，这位是？他叫李甜甜，是下乡的知青，以后会在咱们家住一段时间。原来是这样。赵振国微微皱眉，显然他不太乐意家里住个外人。就在这时，大哥赵振兴听到动静冲了过来。振国，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？我尼玛，这是不是冰箱吗？我听说这玩意比电视机都贵，兄弟你怎么买得起的？不会是抢来的吧？这事可不敢干，干了别人就来干你。大哥，我就算有那心也没那胆啊。对了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想请你帮我找点人修几间房子，你看有空吗？振国，大兴土木，那可是花不少钱的，材料不说了，工钱可不便宜啊。大哥，放心，我有的。当大哥看到自己的弟弟掏出一沓钱后，整个人震惊无比。哥，这是买材料和请工人的钱，修房子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呵。见大哥离开，赵振国连忙将媳妇拉到了屋里。媳妇，这些钱你拿着。这么多，振国，如果不盖房子，光是这些钱就够我们用好几年了。可一旦盖了房子，我们可能还得欠外债。媳妇，你别担心，钱的事情我想办法。我已经给了大哥700块，再加上咱们手里的，应该差不了多少。唉，那好吧。媳妇，那我们亲热亲热。不要，外面还有人呢。他们大白天的就羞死人了。赵振国并不知道院子外面的李甜甜已经红了脸，在和媳妇瑟瑟完后，他这才不紧不慢地给李甜甜收拾出一间屋子。时间一晃，就已经是第2天清晨。赵振国本打算进山，但宋婉清却打消了他这个念头。振国，张婶子家的女儿要出嫁，早些时候张婶子过来请我帮她去记礼单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世袭谁能拒绝？走。说着，两人就来到了张婶子家。此时院子里已经人满为患，宋婉清因为写的一手好字，则被安排成了记账先生。张二狗，礼金2毛。狗剩5个鸡蛋1张粮票。四哥，我觉得嫂子比慧姐漂亮多了，学问还高，你就好好和嫂子多日子吧，别惦记慧姐了。你妈，慧姐是谁？我妈说慧姐找了个在国营饭店工作的对象，啧，现在牛气的很呢，回村都不拿正眼看人。铁军，哪个不要脸的传我闲话？就张慧慧那逼样的，给我老婆提鞋都不配。滚！你再胡说，我可就干你了。嘿嘿，这不瞎聊吗？二人的对话被宋婉清全听了进去。我和老婆本来开开心心的，结果却因为一个莫须有的谣言，差点感情破裂。媳妇，我跟那个张慧慧毛关系都没有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。你别听张铁军那小子胡说八道。难怪你要和我好好过日子，都是哄我的，原来是你在外面有人了。媳妇，你别生气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，你去跟张慧慧解释吧。他娘的，要是让我知道是哪个嘴臭的在背后造谣，我一定把他打得他亲妈都不认识。回到家后，宋婉清坐在床边生着闷气，赵振国没办法，只能端着一盘热水走到宋婉清面前。媳妇儿，你累了一天了，我给你泡泡脚，缓解一下疲劳。不用，我用不起你。宋婉清想要挣扎，但最终还是拗不过，只能将洁白细腻的双脚放入热水里。沉默了好一会之后，他叹了一口气：唉，振国，我没生你气，只要你以后不出去鬼混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媳妇，你生气我很高兴，因为这是你在乎我的表现。如果你不在乎我，都不会生这个气。但你放心，我真的跟赵慧慧没有半毛钱关系。真的？真的。哼！媳妇，天色已晚，那我们睡觉吧。讨厌，轻点。哄好了媳妇，第二天一早，赵振国又坐班车去了城里，将最近新挖到的药材都售一空，赚了厚厚一沓大团结。确认金额无误后，他又去了国营商场，准备给丈母娘挑选一些补品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遇到了上辈子人生中的第一个大贵人王书记。不久的将来，王书记会成为S市的一把手。我上一世和他很熟悉，但这一世却是陌生人。现在直接上去打招呼会显得很奇怪。算了，我上辈子在 S 市生活了几十年，这一世也会往 S 市发展。等到了意思，以后跟王书记打交道的机会还有很多，不急于一时。赵振国刚转身准备离开，远处传来瓶子掉在地上的动静，以及女柜员扯着嗓子喊的刺耳声。喂，我说你这人咋这样？弄坏了东西，你不想赔就想走，哪有那么好的事情？赶紧赔！弄坏了东西，你不想赔就想走，哪有那么好的事情？赶紧赔！同志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要跑，我是身上带着的钱不够，想去外面取钱。我的车就在外面，
你要是不信，我可以把工作证件压在这里。你弄个假证件糊弄谁呢？我现在要是放你走，你出门跑了，我找谁去？赵振国见状，连忙上前弯腰捡起，交给王新军。兄弟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多少钱？我帮他给。一共127块5毛，拿钱吧。找钱。好的，您稍等。赵振国付了钱后，和王新军走出商场，两人走到一辆黑色汽车旁。王新军打开车门，从里面拿了300块钱递给赵振国。刚才那么多人围观，都没一个人愿意帮我说话。兄弟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小事而已。对你是小事，对我可是大事。走，你要去哪里？我送你。我准备回家，但我家有点远，要不还是不麻烦你了。这话说的，上车，多远我都送你去。那好。见王新军是真的想送他回家，赵振国也不墨迹，连忙报出地址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两人你一句我一句，聊得非常投缘。2个小时后，车辆停到了赵振国的家门口。兄弟，我以为你只是个简单的乡下人，但这一路聊下来，我发现你的见解和眼光都远远超出了这个时代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比我见过的大多数人都要沉稳。兄弟，你好好努力，以后一定会大有作为的。希望如此。老哥，我到家了，你下车到家里坐坐吧。不了，兄弟，我还有事情要忙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帮赵振国将东西从后备箱拿下来之后，王新军挥了挥手，开着汽车扬长而去。因缘际会，我跟着王书记还真是有缘。等到黑色汽车消失在山路尽头，赵振国这才拎着东西进屋。媳妇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的正好，我看天凉了，就带着闺女去镇上给你买了个褂子，你试试合不合身？媳妇你真好。赵振国一阵感动，不由得抱着宋婉清狠狠亲了一口。可亲完他才发现家里还有李甜甜这个电灯泡。对，你没看见对不对？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每天都被撒狗粮，这谁受得了啊？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城里去找我的秦哥哥？李甜甜心中发酸，抱着孩子离开了堂屋。而堂屋里，赵振国将厚厚一沓大团结拿给了媳妇。媳妇，这个你收好。这怎么这么多？振国，这些日子你拿给我的钱一次比一次多，你真的没有在外面干什么坏事？你们老婆会怕你赚的钱太多吗？因为我实在太能赚，往家里拿的钱一次比一次多，我老婆彻底不淡定了。振国，你一次赚的比一次多，突然有这么多钱，我心里老不踏实。你不会是在外面干什么坏事了吧？媳妇，你要是不放心，下次跟我一起进城看看钱是怎么来的不就行了吗？也不是，我就是担心。媳妇，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吧。对了，我给你妈妈买了些补品，你收拾收拾，我去借辆自行车带你回娘家。以前咱们都是空手去，这次我们送点东西和钱过去。振国，你准备拿多少？200吧，等你妈妈花完了，我们又再给她老人家。两口子商量好，下午2点左右，赵振国带着媳妇到了丈母娘家所在的村子。有人见到他们，连忙跑去给正在干活的宋母报信。婶子，快别干活了，我瞧见你家闺女领着你那个婚长女婿回来了。哎，那混账肯定又是来打秋风。宋母心情复杂的起身，可刚到门口，就看见女儿女婿拎着一大堆东西朝他走来。更重要的是，女儿宋婉清穿着一身漂亮的新衣服，满脸笑容，没有了之前愁眉不展的穷苦样。妈，我买了些麦乳精、水果罐头、鸡蛋和肉过来，给你补补身子。你们家里什么条件自己不清楚，买这么多东西得花多少钱？有这钱，还不如留着小两口好过日子。妈，你平时没少帮我们，我现在赚到钱了，当然得孝敬孝敬你。婉清上次说郑国变好了，现在看来还真是这样。宋母和女婿女儿寒暄了，但站在外面吃瓜的邻居们则是一脸惊讶。这小两口之前来都像是讨饭的一样，这次不仅穿了新衣服，还拎着这么多东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俩有钱的城里人。就是谁不知道赵振国家穷的叮当响，这怎么还鸟枪换炮了呢？听到邻居们的小声议论，宋母嘴角的笑容比98还难压。她高兴地将女儿女婿带进屋里，但没过一会，宋婉清的弟弟宋明亮就骑着一辆28大钢，怒气冲冲地打了回来。姐，我刚听人说你带着孩子回来了，是不是赵振国又犯浑了？姐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弄死他。郑国不仅买了一堆东西过来看我，还给了妈200块钱。啥？这怎么可能？宋明亮一脸震惊。这时赵振国的三姐也抱着孩子也走了进来，同样一脸震惊。弟，你在哪发财了？三姐，没发财，就是赚了点小钱。这不，今天闲着，我就想着带婉清过来看你们。原来是这样。赵小燕表面平静，但心里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。当初赵振国娶婉清时，宋家死活不同意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听爸妈的话，跟宋家换亲，嫁给了宋婉清的弟弟宋明亮。
可我嫁过来之后，郑国3天2头往这边跑，不是蹭吃蹭喝，就是借钱。婆婆和丈夫虽然不说，但我总觉得有些抬不起头来。可这一次，郑国竟然买了这么一大堆东西，还拿了200块钱过来。赵小燕惊讶，却不知道她的丈夫宋明亮更惊讶。太阳还真是打西边出来了，我都准备好跟这个混账拼命了，结果他现在变好了。屋子里，几人大眼瞪小眼，但几人不知道的是，赵振国的心中也很不平静。上一世得知他将宋婉清逼得跳河自尽后，所有人都跟他断绝了关系，唯独三姐偷偷给走投无路的他塞了2个熟鸡蛋和20块钱。三姐，我再次见到三姐，赵振国不由得眼眶泛红。可这时，宋明亮忽然哈哈大笑起来，哈哈哈！燕儿，我看姐夫是真变好了，你快帮我们准备点下酒菜，我要跟姐夫喝几杯。好，那你们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们炸盘花生米。不行，不能喝酒。幼弟，待会儿我们还要回去。宋婉清担心赵振国喝多了发酒疯，但弟弟却固执得像头牛一样，死活劝不住。很快，一碟花生米端上来，宋明亮和赵振国就开始大杯大杯的往肚子里倒酒。几个菜喝成这样，完了，他喝完了肯定会发酒疯打我。好日子还没过几天，我的命怎么就这么阔？我和小舅子把酒言欢，老婆却在一旁哭成了泪人，生怕我喝多了又变成那个恶魔。但她不知道的是，现在的我是赵振国仆肉吧。一碟花生米就能喝成这样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啊？宋婉清心里发苦，但让她诧异的是，喝了好几瓶白酒的赵振国不仅不发酒疯，反而比平常更加温柔。回到家后还要跟他亲热。媳妇，快来亲一个。你不打我？媳妇，你这话说的，我打你做什么呀？我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不会再碰你一根手指头。我还以为你喝完了酒又会以前一样，振国，对不起。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。媳妇，别哭了，抱抱。不要，天还没黑呢，万一被甜甜看到了不好。没事的，我让他帮我去村口买东西去了。那好吧。宋婉清一脸娇羞，轻轻地抱住了赵振国。可就在两人准备交流的再深入一些时，外面忽然传来李甜甜的声音。大哥，你让我买的草纸、铅笔和尺子我买回来了，你现在要用吗？用，现在就用，我最喜欢用这些东西了。赵振国无奈地松开媳妇，迈步来到院子里。大哥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辛苦了。接过纸笔和尺子后，赵振国就坐在院子里开始写些画画。不知何时，宋婉清走到他旁边。振国，你在画什么呢？媳妇，我在画我们房子的设计图。可当宋婉清看清里面的内容后，他顿时一脸震惊。振国，你怎么画的这么标准？媳妇，你也懂图纸？我们家还没没落的时候，我爸爸经常会带回家一些非常专业的设计图。振国，你画的这份图纸水平有3、4层楼那么高，完全不比那些专业设计师差。宋婉清满脸震惊，可就在他想刨根问底时，大哥赵振兴推开院门走了进来。振国，施工队找到了，材料商我也联系好了，你想把房子盖成什么样的呀？大哥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刚把图纸画出来，你看看。我以为你是想建老黄头家那样的砖房，原来你是要盖一栋小洋楼。对啊，所以我才让大哥你帮我找最专业的施工队。振国，按照你这个图纸，房子盖下来恐怕会花很多钱。你最近是赚到钱了，可钱也不能这样花呀，有钱你得留着跟弟妹踏实过日子。钱的事我想办法，大哥你就按照我的想法来弄就行。行吗？哥也说不动你，只要你别再犯浑，其他的事都成。大哥赵振兴皱着眉头离开，宋婉清这才想起来问赵振国图纸的事情。振国，你连初中都没有念过，怎么会画得出这么好的图纸的？婉清，有很多事情我没办法告诉你，但你相信我，我会带你过上好日子的，好吗？振国，我相信你。对上赵振国真挚的目光，宋婉清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最后温柔地依偎在赵振国怀里，感受到怀中的温暖，赵振国紧绷的心神终于舒缓了一些。上辈子赚再多的钱，住再大的房子，也没有此刻来的踏实安心。媳妇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。和媳妇温存一夜后，第二天一早，赵振国天还没亮就进山打猎挖药。等到下午的时候，他就收获了20来只红嘴雀、3只野鸡和2只野兔和1只傻狍子。可就在他将猎物收进平安符的空间里时，忽然一头巨大的野猪领着一群野猪从草丛里冲出，直奔山下而去。我操，领头的这只野猪至少得有500斤重吧？如果能打到就发财了。赵振国两眼冒星星，连忙拿着猎枪追在野猪群后面，可没跑多远，他就被一根树枝绊了一跤，摔进山谷。野猪没追到，还摔了个半死，真是亏大发了。赵振国龇牙咧嘴地站起，可下一刻，他却发现不远处有一块金黄色的石头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别人坠崖要命，我坠崖却能发财。我在追野猪群的途中，不小心摔到了山谷里，
可我不仅没死，还发现了一块金灿灿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竟然是一柄长30多公分、宽3寸的金如意！哈哈哈，发财了！我正愁做生意没启动资金呢，有了这东西，以后就不用每天都来山上打猎挖药了，可以多留点时间做其他的事情。赵振国大喜，连忙将金如意收进空间。这里怎么会无缘无故出现这么大的金如意？不行，我得再找找看，万一这周围还有呢。赵振国开始在周围寻觅起来。1个小时后，他叹了一口气：“我还是太贪心了，能捡到这柄金如意已经是祖坟招火，怎么还敢奢求太多？算了，我还是继续挖石斛吧。”赵振国根据上一世的记忆，很快又找到了一株野生石斛，而家里边附近的砖厂动用了12辆拖拉机，浩浩荡荡的把砖全部运到了赵振国家。乖乖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阵仗，赵振国这是想干啥？修房子用得了这么多砖吗？我听砖厂的人说，单是这些砖就值12张大团结。赵振国这小子前阵子还连饭都吃不起，可这几天又是买冰箱又是修房子的，他不会是把肾嘎去卖了吧？咱们当牛做马，一天才能赚9个公分，啥肾这么值钱？他肯定是又干什么偷鸡摸狗的事了。振国虽然喜欢喝酒打牌，但却从不偷鸡摸狗。谁再敢乱嚼舌头根子，我撕烂他的嘴！大妹子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激动。哼，东家长西家短，谁家媳妇没洗碗？一天天就你们是多。你们要是没事就走吧，我不想看到你们。宋婉清赶走了众人，可没过多久，二嫂刘桂花又推开院门走了进来。我才多久没出门，老四家不仅买了冰箱，现在还要建新房子，老四哪来的这么多钱？难道是跟人借的？肯定是这样。二嫂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就溜达。弟妹，你看看你们都吃了上顿没下顿了，还借钱，又是买冰箱又是盖房子的，借来的钱可不好花，你们得悠着点。不了，二嫂操心，我这不也是为了你们好吗？你瞧瞧你们，除了冰箱，家里一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，单独买个冰箱来有啥用？二嫂，你家像样的家具倒是挺多，但你和二哥怎么不买个冰箱？不会是买不起吧？你个小贱人，嘴咋就这么恶毒？你连个儿子都生不了，只能生个不值钱的丫头片子，难怪老四不给你好脸色。二嫂，你要没事就赶紧回吧，省得二哥找不到你，又以为你在外面偷人。你敢踢老娘我的丑事？宋婉清，你给我等着，等老四回来，我非得让他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刘桂花愤怒的离开，宋婉清则是有点后悔。振国小的时候父母早亡，全靠大哥二哥拉扯他才能顺利长大。二嫂再不是，我也不应该拿话噎他。自我反省了一番，宋婉清趁孩子睡着，赶紧剁了点肉馅给进山的赵振国和去地里干活的李甜甜包起了饺子。傍晚时分，赵振国从山里走了出来。到家后，他将箩筐背进屋里，将藏在药槽里面的金如意拿了出来。媳妇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不会是……宋婉清有点不敢确定，因为这种东西他只在博物馆里见。媳妇，这是金如意，是我在山里捡到的。捡到的？不错。在宋婉清震惊的目光中，赵振国将捡到金如意的过程说了一遍。振国，你的运气也太好了！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李甜甜的声音：“大哥大嫂，我回来了。”听到这个声音，宋婉清顿时一个机灵。振国，我先去拉住甜甜，你快把东西藏起来。要是被人发现了，你不仅要上交了这东西，还有可能被抓起来。好。等媳妇出门后，赵振国立刻将金如意藏到了床下的几块砖头里。晚上，等吃完了饺子的李甜甜睡下后，宋婉清这才一脸担忧地看着赵振国。振国，你说我们拿着这东西不会有事吧？媳妇别担心，我藏得很好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那就好。媳妇，我们明天去城里把今天挖到的药材和打到的猎物卖了吧。卖了东西，咱们也买辆自行车。有了自行车，以后你回娘家也方便。赵振国小两口没羞没臊地过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便到了城里。可没想到，在回来的班车上，宋婉清装钱的背包被人偷偷划了一个口子，直到下车才发现。振国，我的背包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划了一个口子，你给我的1000块钱被人偷了。看着宋婉清面无血色、浑身颤抖的模样，赵振国心疼不已，连忙从空间里拿出一沓大团结递给媳妇。媳妇儿，钱没丢，你刚才给我了，你忘了？还好我睿智，怕家里进贼，就没把所有的钱都拿给媳妇，还留了一些放在空间里。这根本就不是我丢的钱，上面的数字不一样，你骗我！媳妇，你现在还在哺乳期，哭伤了身子就不好了。那点钱真不算什么，因为我以后还可以给你挣更多，多到你花都花不完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好没用，钱什么时候被人偷了都不知道。媳妇，这不怪你，要怪也是怪我，怪我没保护好你。媳妇，咱不哭了，你抱着我们乖女儿，我们先回家好不好？
赵振国好一顿劝，这才将宋婉清带回了家。可宋婉清仍旧哭个不停，怎么哄都哄不好。别哭了。媳妇，你知道破财消灾吗？破财消灾？没错，我昨晚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我被一辆大卡车压成了2半，你被吓得哇哇大哭。今早醒来，我也就没把这梦放在心上。但媳妇，你今天丢了钱，我却好好的跟你回了家，所以我觉得媳妇你丢的这钱是帮我挡灾了。可是，媳妇，你难道想看着我受伤，觉得钱比我重要吗？不是的，我不要你受伤。那不就好了，咱们就当破财消灾了。媳妇乖，不哭了。听到他的话，宋婉清终于收住了眼泪。那你最近哪里都别去了，尤其是山上。只要媳妇你不哭，怎么着都成。宋婉清抹了抹眼泪。这时，外面传来李甜甜急促的声音：“大哥大嫂，不好了！大哥大嫂，不好了！”甜甜的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着急？出什么事了不成？我出去看看。宋婉清来到院子里，发现李甜甜正喘着粗气，满脸着急。甜甜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嫂子，和我一起下乡的女同学跟她住的那家男主人在草堆里干内事，现在被人抓起来了。村长还说要拿他们游村示众，以正风气。我想请大哥帮忙。帮忙？这种事郑国能帮得上什么忙？大哥平时横行霸道，鱼肉乡里，大家都怕大哥。只要大哥愿意，肯定可以帮到我那个同学的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大哥虽然是个地痞无赖，但现在的形势你也知道，你同学做了那种有伤风化的事情，谁敢去救？嫂子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同学还未婚，他要是真被村长抓去游村示众，以后再想嫁个好人家就难了。这关我们什么事？你不用求了，我是不会让你大哥去的。还有，我们家待你不薄，你却想让你大哥去趟这种浑水，你晚上收拾收拾，我明天就去跟村长说，请他帮你重新安排一户人家。什么？嫂子，我只是请大哥帮个忙而已，你不能赶我走呀！听到要被赶出去，李甜甜感觉天都塌了，因为别的人家男的粗鄙不堪，女的蛮横无理，她还想说什么，可宋婉清却是直接回了屋子。媳妇，你生气的模样可真招人稀啊！郑国，那小丫头片子说的你都听到了吧？听到了。那你想去救她同学吗？不想，我只想和媳妇你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不想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惹祸上身。赵振国话音刚落，外面忽然锣鼓喧天。不好，村长他们已经开始了。媳妇，我们也去看看。好，但你昨晚梦不好，待会儿别乱跑。成。两人说完，连忙抱着女儿赶往村口。这对男女太惨了，偷情被抓住不说，还被村长带人绑到了村口的大树上。不要脸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做这种事情！就是还下乡女知青呢。嘿，陈老四怎么可以这样？他可是有老婆的人，太让人冰寒了。村民们对绑在大树上的男女指指点点，赵振国则是走到了村长旁边。村长，来个话子，你小子最近有出息了，以后有啥好事也带我家小子。可以啊，我家最近不是要建房吗？他要是有时间可以过来帮忙监工，我一天给他开8毛钱，您看成吗？成啊。不对，你小子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？你肯定有事找我。果然什么都瞒不过村长你的眼睛。是这样，我想请你帮忙把住在我家的那位女知青安排去其他人家。就这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大事呢。放心，我保准把她安排得明明白白的。村长就是爽快，必须的。赵振国和村长聊得很开心，人群中的李甜甜见到这一幕，顿时欣喜万分。嫂子，大哥人真好，虽然你不准他帮忙，但他还是帮我同学说情了。嫂子，你不会怪大哥吧？你又听不见他们说话，怎么知道他是在帮你同学求情？一看就是了，不用听见。郑国说过不会管这种闲事，他就一定不会管。倒是这李甜甜，我和郑国每天好吃好喝的招待他，他倒好，不仅想让郑国趟他同学的浑水，还阴阳怪气的挑衅起我来了，把他扫地出门，果然是对的。赵振国并不知道媳妇跟李甜甜的谈话，跟村长聊了几句，便回到媳妇旁边。等村里的人全都来齐之后，村长这才走到大树下，指着被绑住的那对男女开始演讲。乡亲们，这对狗男女，男的叫陈老四，想必大家都认识，而这个女的叫王素芬，是到咱们村下乡的知青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他们竟然敢在草垛里行苟且之事，还被抓了现行。我们今天必须得好好教育教育他们，然后再把他们送去镇上按流氓罪处理。流氓罪，流氓罪！叔，我冤枉了，是这个贱女人勾引我的，你不能把我送去镇上。别叫我叔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你们都是男人，这种事如果女人不主动，我能把她怎样？你们说对不对？你撒谎！明明是你说能帮我回城里去，我才捏着鼻子让你占便宜的。场中的两人扯来扯去，现场更是议论纷纷，但最后还是被村长送去了镇上。
我还是太天真了。大哥那么听媳妇的话，没小嫂子开口，他又怎么会主动织素芬脱困？讲到刚才和宋婉清说的话，李甜甜只觉无地自容。可就在她准备离开时，村长却叫住了她。小李，你等一下。说，你找我有事？是这样的，赵老四家最近不是建房子吗？事情也多，我怕他们怠慢你，所以就另外帮你安排了一户人家。原来大哥刚才跟村长说话是让村长把我赶走，怎么会这样？叔，我在赵大哥家住的挺好的，我不想去其他人家。小李，你还小，有些人情世故你不懂，你就听叔的安排吧。今晚回去赶紧收拾东西，别耽误了明早下地干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不，我不想去其他人家。对了，我去求求嫂子。李甜甜崩溃不已，连忙追上离去的宋婉清和赵正。嫂子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我同学的事会被定成流氓罪。要是知道，我说什么也不会让大哥去救我同学的。你别赶我走，好不好？我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有你在，我跟你大哥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。嫂子，对不起，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你们对我的好，我会一直铭记在心的。最好是这样。还是要赶我走？嫂子啊嫂子，既然你们这么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你们之前连饭都吃不起，现在不仅天天白面馒头，还又买冰箱又建房子，这么多钱哪来的？没点猫腻谁信？宋婉清、赵振国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要写信举报，把你们打回原形，让你们牢底坐穿。李甜甜的眼中满是怨毒，跟着宋婉清和赵振国回家后，她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些事情，半夜又悄悄将下乡证藏到了赵振国的床下。可她不知道，她的一切动作都被赵振国看在眼里。哼，放个证件是什么意思？想栽赃陷害吗？我倒要看看你能翻起什么风浪来。赵振国没有打草惊蛇，将证件收进金针后便安然睡下。第二天一早，等李甜甜拎着东西离开，他才背起背篓进山，一直忙活到深夜才回家。正国，你背这么大块石头回家干什么？媳妇，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头，我们以后的荣华富贵可就全看它了。净瞎说，快洗手吃饭吧。媳妇，我可没瞎说，我今天进山不仅挖到了一株石斛，还找到了一条金矿，等政策一放开，我就把有金矿的那片地承包过来开采，你就等着跟我过好日子吧。赵振国心里美滋滋的，但一想到李甜甜的事情，他又眼冒寒光。媳妇，咱家最近太招摇了，恐怕会受小人猜忌，家里还有多少钱，你全都拿给我，我找个好地方藏起来。好。宋婉清也不多问，把钱全部拿给了赵振国。等赵振国藏好了钱，宋婉清这才开口。振国，今天大哥说其他建筑材料都没问题，但想买钢筋得找人批条子，让你想想办法。我明天去找村长问问。第二天一早，赵振国就到了村长家，可没想到村长王栓柱一看到他，就像看到救星一样。老四，我正想找你呢。村长，啥事？老四，咱们生产队的2头牛不凑巧跑到隔壁村的庄稼地，被隔壁村的人给扣下来了。我让这几个小崽子去领，还遭了隔壁村的人一顿毒打。叔知道你人脉广，那边的领头人还是你小弟，叔想请你过去帮忙把牛要回来。这个我本不应该掺和这些破事，但现在还得求村长去镇上批条子买钢筋，看来得跑一趟。村长，我试试吧。好，有你出马，叔就放心了。你们几个跟着老四去，给老四长长威风。知道了，叔。赵振国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混蛋，当他带着王大海5人到隔壁村时，隔壁村的人一见到他，立刻就把牛还给了他们。最后还给了赵振国几包华子。老四，还得是你呀！不过你小子无利不起早，这次做事这么爽快，肯定有猫腻。说吧，又想让我帮你办什么事儿？村长，你看人真准，我想请你跑去镇上帮我批几张买钢筋的条子。小事包在我身上。好，解决了买钢筋的事，赵振国回到家里，可他前脚刚到家，刘桂花后脚就跟了进来。振国，你大侄子最近长身体，吵着闹着想吃肉面条，你能不能借点肉跟白面给二嫂？我记得你之前借了1斤肉票和2两油还没还。之前只要我一开口，这小子就跟孙子一样送上门来，这次怎么转性了？振国，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是不是弟妹又跟你说我坏话了？没错，但我觉得我媳妇说的对，二嫂，你以后别惦记我家东西了。李，好你个贱货！背着我偷人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宝儿，你听我说，我就是过来借点肉，没偷人。还敢狡辩？二哥，你冷静一点。振国，你让开，我打死他！赵振国轻轻一叹，可他不知道，他的麻烦马上就上门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宋婉清还在里屋睡觉，
他刚出门，村长和几个身穿正装的人领着一大群人找上了他。村长，什么事？老四啊，李甜甜把你给举报了，你可能得跟这几个同志走一趟啊。没问题。赵振国冷冷地看了躲在人群后面的李甜甜一眼，就跟几个身穿正装的人离开了家。赵振国这下完犊子了，我估计没个几年出不来。我就说他们家怎么可能突然这么有钱，这下被抓了吧？哎，赵振国这一进去，剩下的孤儿寡母可就可怜了。管那么多呢，走吧，今天还得下地呢。吃瓜群众们扛着锄头干活去了。屋里刚睡醒的宋婉清并不知情，她还以为赵振国又进山去了，所以一起床就背着孩子和往常一样做着饭。这时刘桂花来到了院子门口。要不说你见过大世面，老四都这样了，你还能跟个没事人一样？二嫂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还不知道呢，家老四被城里来的那个小知青举报了，一早就被抓走了。什么？得知丈夫被抓走，原本温温柔柔的小媳妇彻底暴走，直接给了正在地里干活的女知青2耳光。小嫂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我们家哪点亏待你了？你竟然跑去举报我男人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！我是举报了，咋的了？如果你当初不那么绝情，我会举报吗？再说了，你男人都进去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一个狼心狗肺的贱人，我非打死你不可！一个是下乡的女知青，一个是赵正国媳妇，这俩人可都不能出事啊！要不咱们上去拉一拉？拉什么？没看赵振国媳妇正占据上风吗？让他多大一会儿。有道理。你们就眼睁睁看着他欺负我，他男人现在都被抓起来了，你们还怕什么？他男人是被抓起来了，但又不是被拉去打靶了。就是得罪了赵振国，跟捅了马蜂窝有什么区别？孰轻孰重，我们还是拎得清的。差不多了，拉架吧。散了，都不容易，散了。婉清，你快再打李甜甜一巴掌，这事就算了。你们也太欺负人了！小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男人很快就会回来的，因为他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。丢下一句狠话，宋婉清转头就回了家，抱着孩子失声痛哭。而另一边，赵振国正坐在一间干净整洁的办公室喝着茶。老哥，这次多谢你了。我也是刚好碰见。再说了，你也没犯什么法。是急。振国，我下个月就要调回 S 市了，你谈吐不凡，定是人中之龙。如果你以后想去那边发展，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帮忙，这是我家的住址和座机号码，你收着。多谢。王新军的父亲是一个大人物，可惜早早过世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上一世的王新军用了很久才坐上那个位置。对了，老哥，你回去以后赶紧带领尊去医院做个体检。体检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老哥若是信我，照做就是。行，体检一下也不是坏事，我信你的。两人聊完，王新军开车将赵振国送到了家门口。得知赵振国被放出来，村民们很是惊讶。而收留了李甜甜的村长王栓柱得知赵振国竟然认识县里的大官，吓得连忙让老婆把李甜甜赶出家门。婶子，您不能把我赶去那个茅草屋，我一个大姑娘住在那么偏僻的地方，万一被人……既然知道害怕，为什么还要举报赵老四？他虽不是个好东西，但他媳妇却是个知书达理的好人。好人？我不过是想让他男人帮我同学求情，他不让就算了，还把我撵了出来。你管这叫好人？你同学不知廉耻偷人，谁敢帮？行了，你赶紧走吧。赵振国已经出来了，要是让他知道你住在我们家可就别想过安生日子了。你们，哼，不让住就不让住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过赵振国怎么这么轻易就出来了？不行，明天我得去县里问问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李甜甜决定先去茅草屋将就一晚，明天一早就去县城。而另一边，赵振国一进屋就发现媳妇正抱着孩子坐在院子里抹泪，脸上还有着几道抓。媳妇，振国，你没事了？我没事了。媳妇，你的脸是谁弄的？我听说你被抓走了，气不过就去给了李甜甜几巴掌，跟她打了一架。你别担心，我没事，她伤得比我重。媳妇，我被带走的时候你还在睡觉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赵振国眼中满是寒意。这时大哥二哥走了进来。振国，这是赖你二嫂，是她嘴贱，特意跑来跟弟妹说你被抓走了，弟妹一激动，这才会跑去跟李甜甜打架。又是二嫂。二哥，二嫂成天跑来我家占我和婉清的便宜就算了，还到处惹是生非。二哥，你要是再管炮二嫂，我不介意帮你好好管教一下。哎，振国，这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赵老二面色难堪，红着脸离开。这时一旁的大哥长叹一声：振国，你二嫂也活得憋屈，你也别怨她。她憋屈，
他憋屈就能找我媳妇撒气吗？大哥，你还是早点回去吧。有些话我不想说太明白，毕竟不管大哥你做什么，会等你回家的只有大嫂跟那3个孩子，而不是二嫂和大宝。郑国，我晓得了。等大哥二哥离开，赵振国马不停蹄地去镇上给媳妇买药。赵振国去镇上给媳妇买药，回来的路上却遇到了村里的狗剩正领着几个人想要进山。那几个人怎么这么眼熟？对了，他们就是上一世找我带路进山去挖药材的那些人。四哥，这几个城里人说要上山看看风景，让我帮忙带路，还承诺每天给我5毛钱呢。挺好。上辈子这些人本想去清风山，结果我带他们去了云岩山，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。如果这辈子让他们去清风山，他们是不是就会一无所获？狗剩，你带他们去我们小时候常去的清风山呗，那里风景好，路又好走，省得你一天累得跟牛似的。好有道理，我还准备带他们去云岩山呢。经四哥您这么一说，我还是带他们去清风山吧。行，那去吧。得嘞。上一世我看不出来，可现在看来，这些人不像是药材商人，倒像是挖斗盗墓的地老鼠。难道这山里有大墓不成？不过不管这些人想干什么，我都得再去一趟云岩山，尽量把能找到的珍贵药草都收入囊中。想到这里，赵振国跟媳妇打了声招呼，背着背篓，拿着火把就进了山，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回家。媳妇，我回来了。振国，收获怎么样？大丰收！我在山里1天1夜，采到了1朵灵芝，挖到了2株石斛。哇，这么多！我运气比较好。对了，媳妇，我回来的时候听说有人在村里闹事，没波及到咱们家吧？没有，昨天晚上李甜甜好像被村里的几个小混混玷污了，大半夜的我也不敢出去看。难道是狗剩他们几个泼皮？那不管他，不影响咱家就行。媳妇，你歇着，我去给你杀只鸡炖石斛补补身子。石斛那么贵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那怎么行？媳妇，你正是需要滋补的时候，而且明天大哥就会带工人过来给我们修房子，你得有个好身体才能帮忙照看着工地。第二天，房子如约动工，而另一边，5、6个泼皮又找上了住在茅草屋里的李甜甜。哇哦，你们来的可真早。来得早，还不是为了睡你，只有睡爽了一会，才好多应变。哼，上次我说的事情你们还没给我办呢。这不是找不到机会吗？只要有机会，我们指定给你办。行，只要你们想办法把宋婉清睡了，让我怎么着都成。赵振国并不知道李甜甜跟几个泼皮混在了一起。第二天清晨，丈母娘就拎着一篮子鸡蛋，高高兴兴地走了进来。但看到她脖子上的牙印时，宋母的脸色立刻就沉了下来。混账玩意，你又打婉清了啊！妈，你这话从何说起？你要是不打婉清，她会咬你吗？你这混账玩意，我绝对不能让婉清再跟你过下去了。妈，你误会了。误会？婉清呢？她身体不利索，在屋里躺着呢。你个混账，你还说没打？妈，我真没有，你去问婉清就知道了。你给我等着！宋母恶狠狠地进了屋子，看到自家女儿脖子上有着几个红印，眼泪啪嗒一下就落了下来。女儿，是妈对不起你，妈当初就不应该让你嫁给赵振国这个混球，妈还以为他真的转性了，没想到他又打你了。振国打我了？妈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还瞒我，他没打你，那你脖子上这血印子怎么来的？妈，这是他昨晚亲的。啥？这，哎呦喂，我误会振国了。宋母连忙出了屋子。妈误会你了，我以为是你犯浑打了婉清，他才咬了你。妈，你就放100个心吧，我跟婉清现在的日子好着呢，我是不会打婉清的。那就好，那样妈也放心了。妈，那你坐会，我先去帮婉清带孩子，我们待会一起吃饭。你还帮忙带孩子？啊，这些日子夜里都是振国在带孩子，他不仅帮忙带孩子，还每天帮我炒菜做饭、烧水泡脚呢。看来振国真是变好了，看把我担心的。见女儿一脸幸福，宋母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吃过午饭后，母女2人在家闲聊，赵振国则是抱着孩子到村口溜达。可就在他准备回家时，狗剩迎了上来。四哥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啊。怎么了？四哥，我这2天不是给那几个城里人带路吗？可我发现他们都带着奇怪的工具，一进山就到处敲敲打打，感觉不像是单纯的看风景啊。敲敲打打，看来那几人还真是爱盗墓的地老鼠。狗剩，你想不想立大功？快看，这个男人为了山里的药材不被别人挖走，竟然给村里的泼皮出馊主意。四哥，我今年25，虚岁27，马上28，眨眼30，一晃就是35的人了，到现在都还没娶媳妇。只要能立大功，你让我干什么都成。那你就听我的，你先这样，然后再这样，最后再那样，我保你大功到手。四哥，这是要成啊，以后您就是我亲哥。少说这些，赶紧去吧。狗剩屁颠屁颠的去了，赵振国则是回家指挥工人们干活。可第二天清晨，他刚起床打开院门，却发现门外摆满了祭品。这是
他娘的，这个孙子想咒我死！郑国咋回事啊？他奶奶的，不知道是谁往我家门口摆祭品。村长，这事你管不管？管，必须管。可现在也不知道是谁做的。郑国，你要不先把这些东西扔了，这要让人见着了，对你们家名声不好。他娘的，要是让我知道是谁，我非把他腿打断不可。赵振国被气得不轻，可就在他以为扔了东西这事就会过去时，第二天清晨，院门口又摆满了祭品。郑国，说不会是李甜甜干的吧？不知道，我今晚偷偷守着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恨我们。到了夜里，赵振国猫在一个角落瞅着，但瞅了一夜也没啥动静。可他刚打了个盹，一睁眼，门口又全是给死人的东西。我操！你奶奶的！这也太欺负人了！不行，我今晚一点都不睡，非把这人揪出来弄死不可。赵振国彻底怒了，而大哥二哥听了这事，连忙过来帮着一起守。前3天都没出事，可第4天三人实在困得不行，就眯了一会，结果一醒来，门口又摆满了祭品。振国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会把身体熬垮的。这样守下去确实不是办法，看来得想点其他办法了。很快，天色又黑了下来，趁那没人注意，赵振国摸黑在门口撒了几针刃。果然如他所料，天亮后门口再次出现了祭品，但这一次除了祭品之外，还有几个脚印。哈哈哈，媳妇，现在只要挨家挨户的查找，看谁的鞋底有面粉就成了。